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9.94，收盘价是184.5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5.10，最低价是在176.11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418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4 倍量增。KD 值开口变小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的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，是在继前一个交易日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之后啊，又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但是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并没有确认前一个交易日的止跌信号，对，也就是没有站上前高186这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4月10日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，然后出现这样一根含有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那这预示着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会出现反弹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如果是开高走高，并且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85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将会确认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93.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是收盘价会在187，会出现一个横盘向上。那实际在4月10日收盘价是在184.51，出现的是横盘。对，那么在4月10日，我们说又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很容易是反弹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反弹。那对于4月11日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目前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5日均线值在4月11日，它的上限是在188。我们调整一下这条水平线到188。对，那么这是4月11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我们说股价只有日后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啊，才能确认之前的止跌信号 K 线，然后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反弹。所以5日均线值是股价后续能否反弹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重新站上200关口，或者说叫站上202这条水平线。202站上它，目标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架构。对，
那我们说出现连三红啊，后续股价会继续下跌，或至少有新低的出现。我们会看到，在连三红之后啊，连续2个交易日都出现了新低，对。但是呢，比较不错的一个信息就是说，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的是止跌，对，信号 K 线，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下跌。好。那我们说第2个目标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的 K 线组合架构。那如果瓦解了这个下跌的 K 线组合架构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当然就是上方的207，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站上207呢，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。对，那目前实际上我们看股价仍然是在一个，如果我们从3月13日的反弹来看，目前仍然是多头的趋势，但是呢，对于4月5日开始，我们会看到它跌破了3月28日的这个最低，那也就是目前是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对，好。这是我们对趋势的一个补充说明。那我们来重复说明一下，上行反弹的第1个目标是188，第2个目标是202，第3个目标当然就是207。好，这是股价的反弹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在日后如果是继续下行，那它的第1个目标就是176，176是3月20日这根 K 线起涨的最低。当然，我们会看到它也是前一个交易日4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跌破了这条线，也就是股价下行第1个目标就是要跌破它。对。跌破了这条线呢，那我们说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的止跌信号 K 线将会被瓦解。对，实际上我们说股价如果在4月11日或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跌破了180，是4月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呢，那其实也就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如果再跌破176这个目标呢，那股价我们说一定会，接下来的目标将会是164，这将是它的第2个目标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目前的水平线，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删除，然后把它变换成这个颜色。好，那股价下行的第1个目标是176。第2个目标是164，当然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。我们等股价跌破了164之后，再来说明下方的下行的目标。好，其实我们会看到本轮股价的下跌的目标，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也提到过，就是这个下跌的目标就是164。好，那对于4月11日盘中，我们给出一个观察位，就是188。我们把这条，其实它和我们说的这个第1个目标是重合的。那我想我们再给出一个观察位吧，就是186。我们调整一下目前这个水平线，这是之前一个交易日的观察线。186呢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2条线之间，这是5日均线值的一个区域。那我们要观察这个区域，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出现反弹之后，是否能冲破这个区域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区域遇压而继续反转向下。对，所以4月11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186。对，好，那
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，我们是没有多头的仓位的。那对于4月10日收盘之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呢，在这个位置我们说是不可以进场的，也就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，在技术上，理由是它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高，也就是并没有确认前一个交易日的止跌信号 K 线。那目前它依然是止跌信号 K 线，依然要等待确认。虽然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量增，那这个量增啊，我们一会儿会说到，这是有空头的获利出场造成的，对我们认为是，好。那么，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股价随时有可能会继续下行，或者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。那我们只有等待股价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之后，再根据情况，去看是否进场抢反弹，或者说是进场做多。好，这是多头。那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，我们说4月11日开盘之后，从186到188这个区域，应该会有空头的进场或者叫加仓。那他们的目标位就是176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呢，应该是在192到194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对，或者对，是这样的。那或者这个位置呢，也是之前建立空头的回补位。对，那之前建立空头的回补位呢，我们说应该从之前的194提升到192。好，对，或者说我们说的之前有空头进场，例如在4月3日之后的几个交易日都会有空头进场呢。那我们说它有可能在4月10日盘中股价在到达了低位之后呢，已经获利出场了。对，实际上这个连续2个交易日出现这样的止跌反弹，在日内的止跌反弹呢，我们说应该是由于空头的获利出场造成的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讨论的空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11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，有前高185，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186到188，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9.5附近。所以我们把这些值合并，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185一直到189.5，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压力位是很宽的一个区间。好，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4月5日 K 线的最高是在190到192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00关口和4月4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98到200关口附近。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下沿是180，它将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前低176，第三个支撑是174.5，174.5是3月13日这根起涨 K 线实体的上沿。好，这是下方的支撑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一个是会出现反弹，一个会是出现横盘。
那反弹当中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好，我们先说第一个可能反弹。如果出现反弹，我们给出的2个反弹呢，点位不同，走势也是不同的。我们先说第一个反弹，第一个反弹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89，收盘会收在188附近。然后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。好，另外一个反弹的走势，它将是另外一个反弹应该是一个大幅的反弹，那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4，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192.5附近，收盘会收在191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反弹。好，那如果股价不出现反弹呢，我们预测的第2个可能，它将可能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横盘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7，收盘会收在18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不过前高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超过18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